大家好，这个周我们做的真是刺激的过山车，粉丝总结的非常对。当我的评论区酸民开始涨出来的时候，就是加仓的讯号来了。这次下跌我们又卖出一股，还接着补仓。今天我就会告诉大家如何在市场上不被谣言打败，并且分享一个投资选股的方法，隔绝谣言对自己的影响。这个非常重要，可以给你省很多钱。请注意，今天讲到的股票代码和策略不代表任何投资建议。首先讲一下市场中的谣言。这么多年投资下来，我就发现市场上很多的散户对谣言毫无防御力。他们看新闻只看标题，看报告只看结论，只要标题里面出现什么推迟、减少、下降这些词就直接吓得割肉斩仓。前几天新闻说 Meta 要卖算力，散户就说算力过剩直接砸盘，怕了。我怎么解释都没有用，酸民还是嗷嗷叫。今天新闻 Meta 就投资130亿加币建新的数据中心，直接打脸。现在还有一个股市黑嘴 SemiAnalysis， 我觉得这个公司就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黑嘴公司。它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不是说它造假，而是它可以把一个非常真实的小问题然后包装成一个非常大的危机。大家一看这个报告觉得这个 AI 要完了一样，天塌了。SemiAnalysis 天天就编一些这些小道消息。年初他就说这个美光被辉达排除在高速记忆体供应商之外。美光当时股价下跌的非常厉害，但是辉达就证实这个是假消息。最近他还说辉达的新机规要推迟了，但是辉达马上发公告说并没有。2025年他就写了一个报告，说这个 AMD 是一无是处永远赶不上辉达。之后 AMD 还给了他钱，说你再研究研究吧。结果他又写了一个报告叫做 AMD 2.0， 说2026年下半年他可以挑战辉达了。AMD 股价又大涨了。最近光模块跌的比较多，就是他这个黑嘴说的。他就发报告说这个光模组不行了，被推后了， PCB 版也不行了。但是接着在6月30号有一个叫做 Tema 的投资机构一起和他推出了投资记忆体和光模组的 ETF。大家看这个新闻你品一品，这个是不是就是图穷匕首现？这些黑嘴机构就是放谣言，让大家这个散户割肉。接下来他们就低价建仓抄底这个就是非常厉害的诱空手法。不知道最近有没有被吓得割肉的朋友，我建议你多看一下我的影片，为信仰充值。股市中的谣言其实最喜欢攻击3类人。第一种就是没有研究的人，他买股票只是因为别人说会涨，他不知道买的是什么股票，所以别人一说要跌他就马上就慌了，就卖了。第二种就是仓位过重的人尤其是加了负债杠杆的人接着买入的。他们知道这个公司没问题，但是账户这么一波动这个数字马上就超越了他们这个心理的承受能力这个一晚上看着1年的薪水没了，然后账户归零，这种打击这个再好的逻辑，再好的公司，你都是拿不住股票的。第三种是用短期价格证明一个长期观点的人，这种人也是非常厉害，但是他就看短期的价格，今天涨了他就觉得自己是天才，然后明天跌了他觉得这个世界就崩盘了。所以这种的朋友也是很难炒股成功的。所以我们一定要避免这个短期的谣言还有市场的波动影响自己的投资信念、投资策略。如何避免这个，就一定要有一个坚实的投资选股的系统。今天我就教大家如何使用我经常推荐的这个 investing.com。 这个月是年终大优惠，有 60% 的折扣。 investing.com 是世界著名的资讯投资网站，台股、美股、港股、日股、韩股、期货、外汇分析全都有。新手老手我都推荐大家试一下它的 ProPix AI， 它是人工专家和 AI 结合带你投资的一个策略工具。每个月1号通知你换仓，全世界的策略都有。台湾晶片冠军，这个台湾的策略就有15只股票，11年接近22倍的利润，5年翻了4倍多。旁边就有15只持仓，联电、联发科都是它的核心股票。页面下方还可以看到它7月1日的调仓记录，旁边还会告诉你买卖的理由。日月光它就卖了，盈利2倍多，说最近是动能减弱。它是个好股票，但是研究后他们发现会有更好的机会。大家可以看一下右上角，每个月都有它的战绩，都是非常厉害的。同样你可以选择美股、日股、韩股、欧洲、加拿大，所有的投资策略都有。我教大家一个看世界投资趋势的方法，就是每个月1号就把他们全球股市调仓的各种的股票理由全部拷贝下来，然后丢给 AI 去分析。你就问这个 AI， 你是华尔街的分析师，请从这些投资组合的买卖理由帮我分析全世界的投资方向和主线，帮我找到投资机会。
这样你就不会被各种短期因素、谣言影响，可以让你坚定信心，看到世界发展的趋势。另外，大家一定要像我一样，在观察清单中把自己想的这些股票分好类，比如巨头 Mega、记忆体、设备制造。这样分类是因为 Investing Pro 里面有个非常好用的指标，就是公允价值，这个非常重要。很多朋友给我留言说要学习股票估值这个估值你不用浪费时间学习了。Investing Pro 给你2个估值，一个是现在的价值，看这一列就知道，其实三星、海力士、美光、凯霞、华邦电、南亚科其实现在都是不贵的，昨天都涨回去一些，前几天大跌的时候你过来看，这里的公允价值都是绿色的，这个涨20%多的，这个就是跌出价值来了。你看了这些跌了就不会害怕你会高兴总算捡到便宜货了。第2个公允价值是全球分析师的估值平均数，这个代表是未来，世界最强大脑的这些高级的分析师都看涨未来，说这个未来还能涨，如果跌了也不要怕继续补仓。每一个板块的股票都不一样，大家再看一下这个我分类的太空探索，现在的公允价值基本上都是说会大跌的，但是分析师说未来会大涨整体评价还是比较差的。这个意思就是现在的这些太空公司现在都是不赚钱的，包括 SpaceX 这个时候你就是不能追高你一追高就会被套牢。这种的2个估值的差异你就知道了，这中间一定会发生大跌、暴跌。你要买的话，一定要是这个等到它跌的时候，便宜货的时候再买。如果大家要做短线投资，可以点击主页，然后再进入一个股票，比如美光，它就告诉你这个短期是下跌的，但是1周和1个月总体评价都是可以强力买入的。很多机构都是用 Investing Pro 的数据直接用 AI 交易的。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想知道如何买点是比较好的，就可以问旁边的 Warren AI， 最近股票大跌，基本面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机会他都会给你一个你满意的答案，让你不用再心慌。Investing.com 我用了很多年，现在我的投资就是非常的冷静，就是因为这里面我找到了数据的支撑。所有人也都一样，这个数据必须基于量化的数据，而不能当情绪的奴隶。为了让大家一起发财，我还和 Investing.com 争取了今年最优惠的价格，有最高60%的折扣，只有这个月才有。用我的链接，在结账的时候还有15%的优惠。建议直接入手2年的 Pro 加，全球股票都能看，1个月也就是几杯奶茶的钱。你在买股票之前都看一下这个 Investing Pro 它可以帮你避开各种的雷，它给你省下的钱不止几杯奶茶的钱。好了，有了这个选股工具，又有 Investing Pro 老师带着你每月调仓，2年下来，我觉得你应该可以锻炼成一个投资高手。选好了工具，接下来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趋势判断。如果整个大方向选错了，那再便宜的股票也可能是一个价值陷阱。比如现在一些被 AI 攻破的护城河的软件股票，它的公允价值其实都是很便宜的，但是就是个陷阱便宜没好货，怎么买怎么跌。有些好公司都是非常贵的，大家都是抢着，你想买的话，只有等到最近的大跌的时候你买，才能买到这个公允价值以内的，否则你就是追高。很多朋友想选股票投资，在我的留言里问这个是不是今天能买吗明天会不会涨，这个都不是你应该问的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应该问，未来3到5年这些公司有哪一些可以改变世界，让世界更美好。从投资历史来看，云端运算、电商、新能源汽车，他们都大涨过一大波，他们都是让世界变好的一个技术。马斯克是因为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可以改变人类，所以他现在就成了万亿世界的首富如果我们选择股票都是站在正确的历史长河里面，哪怕中间有什么浪被打了几下，跌了一下，其实最终还会被时代的风推着走向高峰。未来3到5年甚至10年的投资方向就是 AI 算力、半导体、记忆体、电力、太空基建、机器人之类的。这些都不是短期的题材，而是未来10年人类文明的基础所以投资这些板块，你一定要坚定信念，长期投资，看到未来，不能被这些谣言给吓住了。当你看好了这个世界的潮流，养成长期投资的习惯，买一个股票，像什么台积电、阿斯麦、辉达之类的，拿3到5年，那都是3到5倍的利润等你享受到3到5倍的利润，再看那些什么10%、20%的这种下跌，都没有任何感觉了。这个都是要锻炼的。最近谣言这么多，有人又说这个 AI 要崩盘了， AI 泡沫要来了，美股要像2000年互联网危机一样崩盘这个也不是不成立的。华尔街日报就报道 Anthropic 在2025年初的年化收入大约有10亿美元，
2025年底1年的时间就干到了90亿美元，2026年2月它就变成了140亿，到5月年化收入就已经变成了470亿美元啊！这个火箭般的增长。我昨天还给他贡献了50多美元，额度不够了，他自己在花我的钱。我用最厉害的 Fable 模型写了一个程式，看着充值的金额就哗哗的像流水一样就没了。不过现在我建了一个 AI 工具，可以让 Cloud Code 直接给我进行剪辑。我以前花1个小时，现在只要10几分钟，这个一下就粗剪好了。现在一天给我省1个小时，可能再过3个月，一天就给我省2个3个小时。所以这么想的话，如果美国工厂未来全都用上什么马斯克的这个机器人，那每个机器人都用 AI， 那美国经济是不是要起飞啊？我也理解很多朋友现在想买股票啊，他就是怕这股票一跌到底，跌没了怎么办？其实啊，你要知道一个道理，只要你根据 Investing Pro 的这个公允价值的估值，还有分析师的估值，这个股市的股票啊，它都是有一个核心的价值的。你选好龙头的优质股票，除了黑天鹅什么外星人占领地球，这个股市会一起腰斩，否则这些股票跌回去还是会涨回来的。为什么美股现在小跌会有，不会崩盘？因为它里面有核心逻辑，就是它上涨的基础就是 EPS 啊，每股盈利。上市公司赚的钱，它每年都比上一年赚的更多啊，每年都这么累积，它的每股盈利 EPS 就会不断的增长。大家看一下过去10年标普500它为什么一直涨，就是因为这个黑线，它的 EPS 它每股的盈利它都是涨的，股价就会一直跟着这个一起涨。分析师预测未来的企业收入会大涨， EPS 大涨，所以整体股价也是持续上涨的。打个比方，就是你开饭店，今天开了1家，10年后你开了100家，所以10年后的股价肯定比1年前的要高100倍啊，就是这样子的。现在我观察宏观经济，还有各种的企业的财报，各种的 CEO 的说话，还没有发现一个巨大的危机，就是让整个世界经济失去发动机啊，整体都不行了。这种情况是没有出现的。而现在只要和 AI 这个基础设施相关的企业，他们都是乘着 AI 的风，公司收益和薪资，这个每股的收益都大涨，尤其是台湾、韩国还有日本的一些高科技企业。所以啊，最近有大跌，其实也不要怕，大跌就是杠杆太高了。在股市疯狂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看一个指标，我把它的链接放到置顶留言里，就是 FINRA Margin Debt， 美国金融业管理局统计的保证金债务。历史图表显示，只要这个债务达到了一个峰值，股市就会出现大幅的回撤。1973年闪崩，2000年、2008年、2022年全部都是。而我们现在也是达到了这个比较危险的位置。这个数据是每月统计，会有滞后。但是如果债务顶天，一旦有谣言，就立刻会产生踩踏大跌。而这种大跌带来的是买入的机会，是真正的聪明投资者、长期投资者买入的时机。但买入的策略大家要分析一下，不能一下子梭哈，要分好几层，慢慢的买入。长期投资者都是不怕短期大跌的，大跌后都会买入。而这个时候的买入，中文中叫做回盘整理呀，而英文叫做 consolidate， 巩固。这个是有逻辑的。为什么叫巩固？因为长期投资者把筹码买走之后，他们就不会轻易放手，你再有什么谣言，他也不会卖了。当做空的人这个时候突然发现啊，这个市场的筹码怎么越来越少了，我再放什么谣言，怎么股市也不跌了？而这个时候就会产生空头的挤压效应。这个时候就有意思了，空头会发现他的谣言已经用尽了啊，没用了，而他自己就慌了，他会不顾一切买入股票啊，来还给券商。不管这个股票涨得有多高，他必须买入，否则他也爆仓了。因为市场的股票已经被长期投资者都买走了嘛，所以他必须出高价。所以在大跌之后呢，一般都会出现急涨啊，突一下就涨回去了。当股市急涨之后呢，它会逐渐的再创新高啊，这个是一个市场的规律。所以有的时候大跌的时候，有的朋友就问啊，现在要跌吗？要斩仓吗？你跌斩仓是可以的，但是呢，你一定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急涨回去。急涨一下子可能就是2天就涨回去了，就涨回去你所有的跌幅了。如果你是斩仓的话呢，你可能一下子就赶不上了，你可能再要回本的话要等很久很久，因为这个急涨是特别快的。未来的8到10月，我还是判断这个美国的中期选举、联准会主席讲话、伊朗战争，还有这个通胀，整个市场还是不稳的。但这些都是短期的因素，
只要你相信你投资的 AI 企业可以改变世界，那未来它就是你的。今天晚上 SK 海力士美国上市啊，大家可以热闹一下。美股海力士它会和台积电一样，它都会产生溢价。之前华尔街说 AI 不行了，这个砸盘，目的就是为了可以低价买入 SK 的海力士。之前他们嘴上说不要的，但是身体上是最诚实的啊，7倍超额认购，7倍算来呢就是大约1500-600亿美元的这个资金量。所以等海力士上市之后，它只融资200多亿，所以呢之后还有呢1000多亿的美元，它会重新流入市场，然后再买入这些优质的 AI 股票。所以未来我还是看好的。有时候这个股票会涨得高高的，但是我会拿出10%、20%的利润啊，总是这么高买，然后呢跌了以后我再买入，总是这么循环的，非常有意思。所以大家看我的影片请多多留言，同时也时刻关注有没有酸民数量再次上升的迹象啊，这些都是信号。想学习炒股的朋友也真的建议订购一下这个 Investing Pro， 现在是60%再加结账15%的优惠，用我的链接才能享受，真的是非常推荐。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